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深入剖析一支可以说是非赢不可的球队。他们之所以非赢不可，其实不是因为阵容最星光熠熠，也不是说账面实力最强，而是因为他们全队上下共同背负着一场足以被称为国殇等级的失败记忆。现在，请你跟我们一起把时间拉回到2023年，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决定性时刻。因为我们要聊的不只是一场比赛的失利而已，它直接触及了美国身为棒球发源国那个最敏感的自尊心，所以这彻头彻尾就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了。而我们今天要剖析的这支2026年美国队，从总管、教练团到每个球员，他们从组建的第一天起，唯一的目标就是完成这趟救赎之旅。好，那我们就从一切的起点迈阿密那个决定性的打戏开始聊起吧。2023年世界棒球经典赛冠军战9局下半，2人出局，你还记得那个画面吗？投手球上站着的是日本队的王牌大谷翔平，然后走上打击区，准备跟他一起决胜负的是美国队的队长，也是他在天使队的队友 Mike Trout。对，这简直是漫画才会出现的情节，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那次失败会这么刻骨铭心。这不只是一场比赛，这是一场充满象征意义的对决啊！全世界都在看两个地表上最强的球员，分别代表棒球世界的2大强权，在冠军战的最后一个出局数正面交锋。Steven 大大的肝需要您的守护。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继续产出高品质的棒球分析，欢迎加入会员干爹行列，还有专属福利回馈给您哦。感谢支持。这种极具戏剧性的画面，它会超越胜负，变成一个文化符号，然后深深烙印在一个国家的棒球记忆里面。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一颗致命的滑球 ，Trout 挥棒落空，3振出局。比赛结束，日本队的球员疯狂地冲上投手球庆祝，他们完成了史诗般的胜利。而镜头的另一边是美国队球员们那种错愕、失落的表情。对美国棒球来说，那不只是一场败仗，那是一个极其残酷的提醒。嘿，你们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最强者了。而且那个输的方式啊，是如此具有代表性。被自己联盟的球员、自己的队友用一颗你每天练习都看到的球给3振，就是那一球那个瞬间，让2026年的 WBC 从一场单纯的国际赛彻底升级为一场攸关国家荣誉的复仇之战。他们一直用一种联赛思维在打国际赛，以为把国内职棒最强的打者凑在一起，光靠火力就能斩压所有对手。但2023年的失利给了他们一记当头棒喝，终于醒了。没错，短期赛制，尤其是一战定生死的淘汰赛，这种策略的风险太高了。你很可能碰到对方一个状态绝佳的王牌投手，然后你整条豪华打线就被封锁9局，最后黯然出局。所以这次他们终于想通了，他们的核心思想似乎变成了一句话：短期赛制，投手才是王道。就是这样，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过去几乎难以想象的画面。当届赛扬奖等级的顶级投手竟然主动表态愿意代表国家参赛，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吧？这代表美国棒球界终于开始正视国际赛的独特性质了。他们意识到，赢得这种赛制需要的不是明星球员的简单堆积，而是一套截然不同的建军哲学。你想想看，在淘汰赛里，一位人只手遮天，压制全场的王牌投手，他的价值可以直接抵消掉对方整条打线的优势，把比赛的变数降到最低。这是一种战略层面的觉醒。那接下来就是这次革命的核心，也是所有对手需要深呼吸的部分——先发轮值。我直接念出4个名字 ：Tarik Skubal、Paul Skenes、Logan Webb、Joe Ryan。哇，这4位王牌等级的投手放在同一个先发轮值里，在 WBC 历史上，对美国队来说几乎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4个人的组合战略价值极高，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他们有多强，而在于他们的多样性。他们不是4个同类型的火球男，而是4种完全不同的挑战。我们来一个一个看。Tarik Skubal
左投动辄98英里的火球。而且是能独立制造大量三振的投手，不太需要依赖手背。然后是 Paul Skeens， 这个名字你一定听过，他的投球基本上就是物理暴力。没错，均速100英里。这对很多没见过这种等级球速的国际赛打者来说，不只是球快，而是一种前所未见的视觉冲击。眼睛跟不上。对，打者从挥棒时机到反应速度都必须做出调整，而且没有适应的时间。然后话锋一传，轮到第3号先发 Logan Webb， 他跟前面2位完全不同。喜欢这支影片吗？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漏接任何精彩的分析哦。他是滚地球大师，伸卡球王子，一颗犀利的伸卡球让打者打不好，频频制造双杀。他是那种能用极简的球数帮你稳定吃下6-7局的局数保证，这在有投球限制的短期赛中非常宝贵。最后是 Joe Ryan， 他更特别，我会称他为隐形杀手。你看他的球速可能才92、93英里，好像不快，但打者就是永远打不到。这听起来很违反直觉，到底是怎么办到的？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因为他独特的投球机制和极高的球路垂直位移，会欺骗打者的眼睛。打者大脑预判的球进雷点跟他实际看到的完全不同，所以常常对着空气挥棒，是一种视觉上的魔术。没错，所以你想象一下，身为对手，你在短短几天内要连续面对左投火球、右投100英里暴力速球、滚地球大师，还有一个视觉欺骗型的投手，你根本没有时间适应，根本没办法准备。对，这不只是天赋的堆积，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布局。他们为2026年的牛棚设定了唯一的关键字，就是挥空。挥空意思很简单，就是让打者连球都碰不到，彻底消除掉任何可能形成安打的变数。不管是幸运的德州安打，还是不规则弹跳的内野安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找到了终极武器。终结者是谁？请你记住这个名字 ，Mason Miller。哦，这个名字，他的球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次元。均速101英里，最快可以飙到104英里，太扯了。这已经不是你能不能达到的问题了，而是你的眼睛跟不跟得上，身体碰不碰得到的问题了。而且在他前面还有 David Bednar、Clay Holmes、Garrett Whitlock、Devin Williams 这些布局投手，他们每一个人的球路、出手角度、投球节奏也全都不一样。这就是一条不让打者适应的牛棚。从第7局开始，你可能先看到一个侧投，专门制造滚地球的伸卡球投手。下一局换上来一个出手点很奇怪、转投变速球的投手。最后再由 Miller 的100英里火球关门。这压迫感太强了。对，这种车轮战的压迫感，在比赛后段会让对手的打线感到窒息。每一次换投都像是在重置打者的视觉和反应节奏。很多人一提到美国队，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全垒打，队长 Aaron Judge 坐镇，火力当然不成问题。但2026年的打线似乎也进化了，他们加入了过去最缺乏也最关键的元素，就是速度。没错 Corbin Carroll、Bobby Witt Jr. 这些联盟顶尖的飞毛腿，这对美国队的战术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打立体战了。过去的美国队太依赖长打了，战术很单一，就是等一发大的。对，就是被动的站在那里，等待对方投手失投，然后一棒轰出墙外。但有了速度，战术手册一下子厚了好几页，他们可以短打，可以跑垒，可以盗垒。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一出局一垒有人 ，Corbin Carroll 站在垒上，对方投手现在的心态会有多大的不同？压力完全不一样了。他不能只专心对付打者了，还得时刻提防垒上的跑者。这就是过去美国队所没有的压力。完全正确。在国际赛常见的低比分投手战僵局中，往往就是靠一次盗垒、一次成功的跑带打，或是内野的压迫造成对方失误，才能打破平衡。速度就是制造混乱、打破僵局的最佳武器。而且我必须特别拉出来讲他们的捕手战力，这简直奢侈到不像话。哦，这个真的太夸张了。Cal Raleigh 在2025年球季轰出了60支全垒打，你没听错，一个捕手
单季60轰。这不是很强而已，这是一件历史级别的事件。这对他们的打线安排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它的影响是巨大的。捕手是一个攻守两端消耗都极大的位置，通常在攻击上的要求不会像其他位置那么高，甚至很多球队的捕手棒次是攻击上的黑洞。没错，但美国队现在拥有一个历史级的重炮手，而且他们还有另一位明星捕手 Will Smith， 这让他们可以做出奢侈到不行的调度，例如让这2位轮流蹲捕，另一位去担任指定打击 DH， 所以对方投手完全没有喘息的空间。完全没有。这彻底解决了捕手这个位置的攻击力问题，让整条打线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轻松应付的死角。当你的第8棒、第9棒可能是个单季60轰的捕手时，对方投手从第一球到最后一球都必须绷紧神经，这是其他国家队难以企及的巨大优势。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2026年的美国队或许不是史上阵容最华丽的一届，但它绝对是最有方向性的一届。目标非常明确，他们非常清楚自己3年前是为何而败，并且针对每一个痛点都进行了精准的修正。投手成为绝对核心，牛棚为了制造挥空而全面升级，打线在保有毁灭性火力的同时，补上了最欠缺的速度。每一步棋都看得到清晰的战略意图，全部都指向那个唯一目标——复仇。是的，这不再只是一支明星队，这是一支为复仇而生的国家队。对美国棒球来说，2026年的世界棒球经典赛已经不是想不想赢的问题了，而是非赢不可。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野球特报，我们下次再会。